斗罗大陆5重生唐三，作者唐家三少，第130章4阶天狐变。独白在3阶已经停留了多年时间，一直以来，大家都说天狐便是最强的，他的天赋是独一无二的。可是他几年来毫无寸进，自身也没什么战斗力。眼看着伙伴们都在变强，他心中怎能不焦急呢？但是他偏偏没有任何办法。尤其是这次，他们外出历练，一直都是唐三、武兵纪、顾里和程自成在战斗。在猎杀妖兽的时候，他也只是在一旁看着。人家战斗的时候，他都是躲在一旁。那种感觉真是如同百爪挠心。尤其是最后一战，他眼睁睁地看着唐三、武兵纪和顾里3人断后，他和程自成先跑。那时候他真的觉得自己很没用。他也是少年心性，也有一腔热血。在那个时候，他多想站在伙伴们身边，和他们共抗强敌呀。可是他没用，他留下来也没有任何作用。在那一瞬，内心的渴望，内心对自己的愤怒和强烈的不甘，令他头痛欲裂，整个人都要爆炸了似的。有什么用？天狐这所谓第1层级的血脉有什么用？宁可换个差一点的有战斗力的血脉啊！在那一刻，他爆发了，他全力能动着精神力，疯狂地冲击着自己的天狐之眼，在内心祈祷着，祈祷伙伴们平安。他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有没有用，但那是他唯一能做的。也就是在那一瞬，他身体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破开了，他甚至看到了远处的战场，看到了凄惨的唐三3人。画面一闪而逝，然后他就陷入了黑暗之中。他只是隐约记得，在最后时刻，自己仿佛释放出了一片白光，笼罩向了那边的战场。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就已经在自己的房间之中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的意识还是模糊的，但很快他就有了一些奇特的感觉。他跟随这种感觉从床上爬起来，走出房间，看着外面的天空，感受着周围不一样的景色，突然明白过来，自己不一样了。是的，不一样了，天狐之眼进化了，终于突破了第3阶的瓶颈，进入了第4阶。天狐之眼第4阶，似乎真的让他有了一种特殊的改变。以前他的天狐之眼更多的是用于观察，此外无形中有一些感受，能够感受到谁的气运略微强一些，谁的气运比较差，能够对危险有一定的预知，但预知的程度比较低。现在的他，隐约之间有种能够掌控一些气运的感觉。无形之中，似乎这个世界的脉络就在他的感知之中，而他能够尝试拨动这些脉络，让他们跟着自己的念头而变化。在这个时候，他感知到了伙伴们，内心瞬间被狂喜所淹没。所以，他第一时间就冲到了唐三这边，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唐三。却没想到，唐三一眼就看出他完成了天狐变的进化。嘘！唐三向他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你小点声，先别声张。这件事不能传出去。你的天狐之眼是学院重要的机密，之前只是3阶，大家还没有太多的感觉。你的能力越强，天狐之眼作用越大，实际上你也就越危险。这件事只能告诉老师们，都不要让师兄们知道。独白一脸兴奋地点着头，你们是不是都没事？大师兄他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都没事，只有你和顾里师兄昏迷了。你醒过来了，他应该也要恢复过来了吧？唐三说道。听到这，独白长长地出了口气。太好了，真的是大好了，大家没事就太好了。说着，他冲过来又要抱住唐三。唐三无奈地抬手撑住他的胸口，冷静，你冷静点。我们先去找老师汇报这件事吧。算了，你现在这样子，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我去把老师请过来吧。你就在我这儿等着。这会儿还是一大早，马上就是吃早饭的时间了。唐三把门关好，让独白先在自己房间中等待，他则直接去了食堂那边。
他要找的自然不是镇长老师，镇长张浩轩平时不住学院里面，学院里而真正的大管家是教导主任关龙江。一想到昨天关龙江怒骂张浩轩，唐三现在都还有些想笑。镇长老师这是代替自己受过了呀，而且想来今天自己也是要换骂的。昨天是因为刚回来，首要目标是带队的镇长老师。唐三悄悄地进了食堂，一眼就看到了关龙江。关龙江每天早上都会先到食堂来，确认当天的早饭，给他们所有人都安排好。食堂内飘着浓香，这分明是肉汤的香气，应该是昨天吃的裂地蜥蜴的骨头熬的汤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，对大家都十分滋补，想必家里学院内的伙食也就这个水平了。关老师，唐三低声叫了一句。关龙江回头来看，看到是他，顿时脸一沉，正要找你呢。唐三，你知不知道？眼看着关龙江眼中的怒火就要喷出来，唐三赶忙上前几步，低声道：关老师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您。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？关龙江疑惑地问道。唐三凑到他身边，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：什么？真的？关龙江瞬间就瞪大了眼睛，而且完全忘记了要怒斥唐三的事。真的吗？你确定？这位教导主任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。确定，我确定，不会有错的，他自己的感觉也不会有错。唐三肯定地说道。他人呢？在哪儿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关龙江急切地问道。唐三道：他太兴奋，我怕他暴露了，觉得他这个事儿应该保密，毕竟太重要了。所以我就让他在我房间中等着，第一时间跑过来向您汇报了，也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？对，非常对。保密，一定要保密。关龙江兴奋地搓了搓手，勉强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。走，快带我过去，我必须亲自感受一下，才能确定。好的。当下，唐三带着关龙江来到自己的宿舍门口。还没进门，关龙江一把拉住他，道：你在门口守着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说着，关龙江就推门而人，把唐三留在了门外。唐三嘴角抽搐了一下，这是我的房间啊，我倒成了看门的了。不过看门就看门吧，看样子自己今天应该不用挨骂了吧。时间不长，房门打开，关龙江再次出现在唐三面前的时候，已经是满面红光。关老师，怎么样？唐三试探着问道。关龙江哈哈一笑，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啊，哈哈哈。小唐啊，这次你可算是立大功了，非常好，记得保密。就这样，我让那小子也先别露面，你先带着他回他自己的住处，稳定一下境界，等他能控制自己的能力再说。不然的话，谁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的变化。我去找你老师去。说着，关龙江就急匆匆地走了。完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点赞和分享哟。